或许很多人没有留意，在泰坦尼克号开篇有个奇怪的乘客，他正拿着一本词典寻找自己的舱室，显然他对英文一窍不通。然而他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等到巨轮沉没后，他又奇迹般趴在一块木板上，用广东话大喊：都喺呢度啊！ I see him! Put your backs into it! 其实他是泰坦尼克号里最后一位获救的乘客，同时也是一名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方龙山。而电影中肉丝获救的情节，正是源自于方龙山这段真实的经历。但奇怪的是，尽管所有的幸存者都被记录了下来，唯独这名中国人却仿佛被人刻意的从历史中抹去，甚至即便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女都还全然不知自己的父亲竟然就是那场海难中的最后一位幸存者，而这正是泰坦尼克号上一段隐藏上百年的秘密。泰坦尼克号上面有中国乘客。What was the true version of events? 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顿港口起航，而它的目的地则是象征自由的美国纽约。船上富豪满座，名流如云，但很少有人知道，这艘巨轮上还有8名中国人，作为英国唐纳德公司雇佣的海员，他们拿着一张编号为1601的船票，共同挤进了一间狭小的3等舱。这里只有一条走廊与外界连接，不仅暗无天日，见不到阳光，机器的轰鸣声更是不绝于耳。在这样的环境下，想必他们都未曾睡过一个好觉。可就在航行的第4天，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一头撞上了北大西洋的冰山。由于3等舱位恰好位于船头的底部，这8名中国人是第一批感知到异样的乘客。等到海水开始漫入船舱时，他们立刻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迅速沿着这条唯一的通道向前奔跑。然而当他们赶到船尾时，却发现这扇门已被牢牢地锁住了。但幸运的是，身为水手的他们还是凭着丰富的经验找到了其他出口，最终成功逃到了甲板上。到了凌晨1点40分，船头开始下沉。就在大部分人慌忙逃向船尾，试图远离海面的时候，他们反而沿着右舷果断地跑向了船头，因为这里停放着大部分救生艇，其中有5人登上了一辆救生艇，而剩下的3人则在轮船沉没时不幸掉入了海里，有2个人遇难，而另一个人则抓住了一块门板，被后来折返的14号救生艇所救。这个人就是方龙山，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在这冰冷漆黑、飘满浮尸的海面上，他究竟是凭着怎样的信念和强大的内心，才能坚持等到一线生机的出现。据事后一位白人女乘客回忆道，方龙山当时已经被冻得奄奄一息，可他不仅很快恢复了体力，还主动替换精疲力尽的水手帮忙划船，他也因此获得了大家的尊重。就连救生艇船长罗威也赞叹道，这样的人我愿意再救上6次，因为他看起来就像个英雄。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对于6名中国乘客而言，他们的苦难远远没有结束。当卡帕西亚号救援船抵达美国后，700多名幸存者有的被家人接走，有的则被送往酒店和医院，唯独这6名中国人遭到了特殊的对待，他们既不能登岸，也没有资格接受治疗，只能被扣押在救生船上等待发配。而这一切的不幸都源自于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则法律——排华法案。原来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大量华人开始前往海外谋生，他们价格便宜，而且吃苦耐劳，总是做着其他人不愿做的工作，因此大受雇主们的欢迎。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太平洋铁路的竣工以及美国经济的逐渐低迷，原本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不复存在，反而有大量的美国人开始失业。一些政客将矛头指向中国人，指责是华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由此一来，对华人的仇视情绪开始在美国蔓延。于是到了1882年，美国便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该法案禁止一切华人入境，禁止华人在美国拥有房产，禁止华人取得美国国籍。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歧视性法案。到了1912年春天，英国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煤矿工人大罢工，这导致英国的船运生意几乎瘫痪。而当时这8名中国人正是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的海员，于是公司特意安排他们搭乘泰坦尼克号前往美国，为往返于美洲东海岸的商船工作。然而在排华法案盛行的美国，他们却被当作偷渡客禁止入境，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第2天就在移民局的监视下，被迫登上了一辆开往古巴的水果船，开始了全新的打工生涯。对于刚刚经历海难的他们而言，大海已然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渴望逃离船只，更不想再次面对茫茫的大海。可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抚平内心的创伤，继续工作。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还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小坎坷，因为接下来面对的才是他们一生的灾难。为了掩盖事故的真相，西方媒体编造了一场全民皆绅士的崇高场面，诸如将自己锁在驾驶舱内的史密斯船长，沉船时仍在坚持演奏的小提琴乐队，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将逃命的机会让给妇孺，企图来美化这场灾难。但事实却是，当船员发现撞上冰山后，第一时间就锁上了3等舱的大门，以免低贱的3等乘客抢先搭上救生艇。权贵们在精心打扮一番后，才不慌不忙地登上了救生艇。然而刚一上船，他们便忙着给船员塞钱，结果那些原本能容纳40人的救生艇，大多只坐了不到一半便提前
前开走。这些冷漠而又自私的举动，直接导致3等舱乘客的死亡率高达75%，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头等舱的38%。但很快媒体就找到了替罪羊，因为他们惊讶地发现，8名中国乘客中竟然有6名幸存了下来，生还率居然如此之高。于是中国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反面教材。首先是纽约的布鲁克林鹰报发表文章称，没人能够说出这些中国人的来历，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登上的救生艇。随后媒体又开始大肆宣扬，是这些中国男人抢了别人的位置，还恶意踩死了其他人，甚至说他们为了获救不惜男扮女装，推搡妇孺小孩，简直是丑态百出，道德沦丧，以此来讽刺中国人不懂绅士风度，是灾难面前逃跑的懦夫。白星船运公司总裁伊思美更是在证词中说道，他看到了5个鬼鬼祟祟的中国佬偷偷躲在救援船的座位底下。为了刻画得更加生动，媒体甚至还搬出了这样的理论，说在中国就是男尊女卑，所以中国男人根本不会管妇女和儿童。这些不实的言论如滚雪球般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对整个种族的荒谬指责，以此来体现白人英勇无畏的光辉形象。然而让人心寒的是，不仅西方媒体对他们极尽污蔑，就连当时国内的媒体也纷纷跟风，认为他们不守秩序，让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面对不断泼来的脏水，这6位中国人只能保持沉默，因为没有人在乎事件的真相，人们往往只相信愿意相信的一面。等到合约到期后，他们离开了安妮塔号水果船，各自在困境中苟活。其中名为终结的海员，因为在航行中染上肺炎，病逝于伦敦。李炳几经辗转抵达加拿大，在当地开了一家咖啡馆。亚林被遣送到香港后下落不明，田喜一直在海上当船员，最后去了印度，同样也失去了踪迹。途中因为重音的名字实在太多，至今仍未确认他的身份。只有方朗最后改名为方龙山，并设法返回美国，成为了一名商人，直到50多岁后才有了自己的家庭。但他晚年过得并不如意，靠在一家中餐馆当清洁工维持生计。终其一生，他也未曾向家人提起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或许选择隐姓埋名，保持沉默，才是他对家人最好的保护。只有在暮年时，他给侄孙的一封信里才这样写道：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就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这首诗里没有丝毫的怨怼与悲苦，唯有历经劫难后的淡然与乐观。因为那场海难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抹暗影，而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和坚韧不拔，才是他们人生中最坚强的底色。